借据遗失，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故事。这个故事不仅充满智慧，还蕴含了深刻的寓意。它告诉我们，面对困境时，灵活的思维和巧妙的策略，往往能带来意想不到的结果。故事是这样的，有一位商人向哈桑借了2000元，并写下了借据。然而，就在还款期限快到时，哈桑突然发现借据不见了，这让他焦急万分，因为他知道没有借据，商人很可能会赖账。正当哈桑一筹莫展时，他的朋友纳斯列金给了他一个建议：你给商人写封信，要求他归还2500元。哈桑听了非常困惑，我连2000元都怕要不回来，怎么还能要2500元呢？尽管不解，他还是照做了。没想到商人很快回信，信中写道：我向你借的是2000元，不是2500元，到时候我会还你。这个故事的结局令人拍案叫绝，但更值得我们深思的是纳斯列金的智慧。他究竟用了什么策略，让哈桑从困境中脱身呢？一、借据的意义与困境。首先，我们来看看借据的重要性。借据是借贷关系的法律凭证，一旦遗失，债权人可能无法证明债务的存在。哈桑的困境正是如此，没有借据，他担心商人会否认借款，甚至赖账。这就像我们在生活中常常因为缺乏证据或资源而感到无助。二、纳斯列金的智慧，逆向思维。纳斯列金的建议看似不合逻辑，但实际上是一种巧妙的逆向思维。他让哈桑要求更高的金额，这不仅打破了商人的心理防线，还迫使对方主动回应。商人为了澄清事实，不得不承认借款2000元，这等于间接证明了债务的存在。这种策略的核心在于通过制造矛盾，让对方主动提供证据，这是一种非常高明的心理战术，也是解决问题的创新方式。三、启示，困境中的转机。这个故事给我们什么启示呢？首先，困境往往不是终点，而是转机的开始。哈桑因为借据遗失而陷入焦虑，但纳斯列金的建议让他找到了新的出路。这告诉我们，面对问题时，不要被表面的困难吓倒，而是要积极寻找解决方案。其次，灵活的思维比僵化的规则更重要。如果哈桑坚持只要求2000元，可能无法得到商人的回应，但通过提高金额，他成功让对方主动承认债务。这提醒我们，有时候打破常规，反而能达到更好的效果。最后，证据的形式可以多样化。虽然借据遗失了，但商人的回信成为了新的证据。这说明解决问题的方法不止一种，关键在于我们是否愿意尝试不同的途径。四、应用于生活。这个故事不仅仅是一个寓言，它的智慧可以应用于我们的生活中。比如，在工作中，当我们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时，是否可以换个角度思考，找到新的突破口？在人际关系中，当我们与他人产生矛盾时，是否可以通过沟通和策略，让对方主动理解我们的立场？这些都是纳斯列金的智慧带给我们的启发。结语：各位朋友，生活中我们难免会遇到各种困境，但正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的，困境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我们失去了寻找解决方案的勇气和智慧。让我们学习纳斯列金的逆向思维，学会在逆境中寻找转机，用灵活的策略开创属于自己的成功之路。谢谢大家。最后，老样子，笑话来啦！一青年在天台上扬言自杀，众人围观。警察问其原因，青年伤心地说，谈了8年的女朋友跟土豪跑了，明天要结婚了，感觉活着没意思。旁边一老者答，睡了别人的老婆8年，你还有脸在这里自杀？小伙想了想，也对啊，笑了笑就走下来了。
喜欢我的短影片，点亮订阅分享，开启小铃铛。